哎，大家伙早喽！6月21号星期天，哎呀，这天巨难受。昨天一天的雨，昨天一宿又下了一宿大雨，今天是晴天，中午开始刮风，雨刚停，这感觉就像在这个蒸汽房间里似的。我从现在2.73公里到大阪城等红灯呢，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夏天的小伙伴们，尤其是南方的小伙伴们跑步是有点难。这儿的天气就跟上海差不多。今年前段时间大家看凉快，因为不知道今年有点特殊，但是热起来挺热的。每年夏天都挺热的，今年肯定也躲不过，这不就热起来了吗？一下子就热起来了。现在每天都带水，喝白水感觉不行了。一会儿把水放下，今天咱们轻松跑。有小伙伴这两天发评论，因为都是新观众，发评论说：“哎，你这个这么练对身体不好，说高心率对身体不好。”有小伙伴说特逗，说只要是要张嘴的运动，都对身体不好，都让人活得少。咱们先别管您说的这个对不对。咱们先不管他说，因为这东西你也没有对照组，不可能同一个我这辈子这么活，然后再活一遍，对吧？但是咱们就特别简单一道理。现在早上起来6点多，我在一公园里，今天是礼拜天，你看我的状态，就这样了，和快慢、练不练、跑了多少，还有心率，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对吧？那在家睡觉合着是，但是我估计说这种话人睡觉的时候肯定张着嘴。因为现在你不打呼的人其实挺少的，是不是？来，先接水。现在每天都冲电解质，把水放下，咱们慢跑起来。看我这汗，停了这2步就往下流。刚才等红灯的时候，故意让蚊子给咬了，这蚊子太厉害了，就那一下，这跑步让蚊子咬了可难受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包括很多小伙伴说：“哎，你平常这么顶，平常强度课的时候、比赛的时候那么顶，会怎么样？”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真实的体感和真实的身体情况，好吗？今天咱们慢慢摇，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小伙伴们说高心率其实确实你对心脏啊各种地方的血管可能压力大，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什么事得看剂量，对吧？你马拉松运动员，你比如说每天训练，了不起了2-3个小时，像我们这种普通爱好者，也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我算跑得多的。但是你们看我日常这种轻松跑也就这样，或者刚爬完一个坡，稍微心跳有点快，也就130多下。强度课毕竟是少数。就算现在一周我跑3个或者3个半，它也不长。你看12个400，那快跑的时间也就是，你看我1个70秒，10个700秒，840秒，对不对？没多久，840秒是多少？10分钟，14分钟，对吧？10分钟是600秒，再上240秒，14分钟，而且还不是持续的。就很可控。他那天那种17分钟的5公里，或者是我场地赛这种是少数，因为它是测试性质或者比赛性质，那是你要挑战一下。那你不能说我永远都不顶，永远都不顶跑步马拉松训练为什么呢？你不是为了比赛吗？比赛还是要顶一顶的。其实最极限的是场地赛，就我跑过，你看5公里、10公里，场地5000，场地10000，然后半马、全马、100公里、70公里这些比赛我都跑过。这心肺压力最大的是场地赛，场地的5公里和10公里，那个是有点跑的，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但你看73分钟的半马，看着是挺顶的，但是那个是综合的累。就是为什么我说马拉松就是尤其是长距离的训练，这种比赛也好，很不容易出问题。
如果你没有隐藏的病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要不然就是没劲儿了，就没能量了，没吃饭，比方说，要不然你就是太渴了，脱水了，要不然你就是腿没劲儿了，肌肉不行抽筋儿了。一般很难在长距离比赛和训练中让心肺成为那个就最先不行那个地儿了。而刚才那些地儿，你说不管是抽筋儿也好，就是不能说脱水啊，就少是水不够了，电解质流失，或者是没糖了，跑崩了，这些大家都认为是一过性的。那心肺系统的疲劳，大多数时候也是一过性的。有人说运动员心脏，或者说短跑运动员、速度运动员的所谓的可能冠状动脉有轻微硬化。动脉硬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看血压高的人，常年的都伴随最后都是有动脉硬化，对吧？就是血管冲击血管壁嘛，然后慢慢它的血管壁的弹性就变弱了。你从理论上说这些都存在，但是现在给您一个选择，人随着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基础病的发生。你是希望病出来的这些，还是希望运动出来的这些？况且绝大多数普通人运动是运动不出这些的。为什么叫运动员心脏，不叫跑步者心脏，对吧？而且换一个角度说，就所谓的运动员心脏，什么比方说做心室或者心脏肥大这些，这都是叫什么可逆的，就是一般退役了不练了，慢慢要长胖了就好了，他就回去了。那个是身体要适应你需要的那个强度，它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其实就跟我们你练健美健体练出了肌肉，练出了臂围，练出了胸肌，你这一停2年也就没有了。大多数时候是没事儿的。我的真实体感就是场地赛要小心，因为场地赛对我来说，穿低跟鞋负荷就大，但是你身体其实习惯了一个配速，你还是想跑那个配速。我那次那个场地10000米跑到8、9公里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了，那真的感觉就有点失控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但是跑完之后的感受，就是训练这事儿练多了你就明白了。你在那儿不训练没有跑步的人说，就是凭臆想说出来那些问题，其实真正常年训练的人不存在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小时候上体育课或者应付中考，跑完以后觉得嗓子有点痒痒，一吸气儿就想咳嗽，肺里头都不舒服，对吧？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只要跑就存在的，他们就会认为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得多不舒服呀。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就至少我强度最大的比赛完了就完了，只要停下来缓过来，有个几分钟10几分钟，最先缓过来的就是心肺系统，你就觉得完全没事了。反而是腿部身上的肌肉是好几天的事儿，这真的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您本身有基础病，或者这段时间休息不好，就睡眠少，或者是说年龄偏大，我的建议也是不要拼。真实建议是不要拼，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现在觉得你是健康，比方说我现在我是健康的，那再过20年不一定。而且就算你就是常规的去体检，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这器官的能力也会衰退的。就像我刚才说，我参加场地赛，就我习惯了5公里就是3分20多平均配速。场地赛我面对那个困难的条件，我也会不自觉的就去往那儿走了。不过如果你看，随着年龄增大，人们参加越来越长的比赛，
短的比赛就不参加。一方面觉得力所不能及了，一方面其实身体也挺聪明的，他不自觉的就趋利避害了。越长的比赛越没事儿。你去跑一全马，跑100公里，跑完以后脚肿了，脚指甲掉了，也就掉了。你最后像我跑那100公里，平均配速5分多，那完全不喘，就是腿累，浑身肌肉疼，然后大拇指它指甲掉了，最后都。那你说你指甲都掉了，你也不可能跑出短跑那感觉。那强度课要不要顶到最后那一下？我其实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20、30岁、30、40岁的男性选手还是要拼一拼。其实马拉松收获最多的不是那成绩，对我来说，是这种你现在还有一件事儿可以为他拼搏的这么一个体验。它跟努力工作、努力生活或者努力学习不太一样，就是我原来总跟大家说，分享一个感悟：马拉松是一个有努力就有回报的事情。这种事情在现在特别少，不仅在现在少，在以前也少。你说古时候你考状元、科举，那也一样啊。为什么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是这道理。那东西不光是就互相比较，不一定是有胜负，而且你的努力有时候就跟打在棉花上似的。你不一定觉得努力就有用。来到，我老爷爷冲坡 ，nice， 来到，老爷爷80多岁了，多厉害！这坡可陡了，你看我下坡狼狈。给你们回头看一眼这坡。看见了吗？这广角相机不一定拍得出来那感觉。那你不管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你总觉得这努力就有时候不那么有劲儿。当然，除非是体力劳动。好，朋友们跑过来了。哎，来到。哎，小伙伴们，6月21号星期天，今天跟大家见面要晚一点了，一会儿去电川河去看大河原先生的一个10公里的比赛，之后我们一起去吃咖喱饭。今天平均配速5分13的半马，1小时50，巨累、热、磨人。夏天就是这样，我觉得夏天可能说夏天练速度，冬天练有氧也不全对。夏天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磨一磨自己的耐性，挺好的。我感觉我在新加坡那1年，我的进步其实挺大的。就那个阶段对我来说，因为那阶段正好是跑得够快，不够远，然后耐力不行，耐性也不行，行吧，那这么着，赶紧回去吃饭，去赛场。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